2个月前，在太医署药园。这些草药你也不用去外面买，待会儿让药园生帮你配好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客气什么？咱们是同窗嘛，这点情谊还是该有的。店长，店长，不好了，那条蛇跑了。蛇？哪条蛇？就是店中省送过来那条紫色的蛇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怪吓人的，丢就丢了。他自己跑的，我们也没有责任。做好记录，免得日后麻烦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一听到紫色的蛇，就知道是一品紫。那药园外就是曲江，我想那蛇一定是爬出了药园。我就趁夜带着艾草去熏，费了我3、4个晚上的功夫吧，我就把它熏出来了。只是那蛇信子上是红色的，故儿还不到60岁，还不能取蛇胆。我就在想，我若要取到那极珍贵的蛇胆，还不知道要养它到什么时候。没想到前些日子，它竟然变了，变成紫色的信子了。有药铺的老板听闻，就愿意花3万钱买，就是尚未交货。是西市的康灾药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卢参军已经查到并画出了你樵夫打扮的人像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事先将蛇放到衣柜里，又有意地灌醉了老书吏，赶回家中。原意应该让一品子对付严君宪吧？是。红药曾被严君宪抛弃过，后又为其轻生，虽现已嫁我为妻，但那严君宪回到长安后，他就勾引有夫之妇，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啊？那你怎么能断定那一晚严君宪会去你家？我察言观色呀。那我和红药毕竟也是7年的夫妻了，他要对我有所不忠，那我是能察觉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天藏在柜子里的竟是张三。事已至此，你应把所知道的毫无保留的全都告诉我。我都说了呀。那我是哪儿露了马脚，会让你们去查那一品子？你的志怪笔记写的确实不错，不仅记载了一品子的来历，还写了其缠绕杀人的恐怖。当然，在你的笔下，一品子化为了穿紫衣的美艳妇人。原来你是看了我的志怪笔记啊！哎，多谢你喜欢我的文笔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那书中其实还写了一个极坏的仆人，就是那严君宪身边那个叫明石的所谓的仆人，他才是大奸大恶之人呐。哦，只是不知道卢参军能不能找到红药，我怕再晚，那红药会死于明石之手啊。如果我的预感没错，你仍有隐瞒。你到底在隐瞒什么呀？我也毫无保。哎，他好像还有话要说。主人，你放了吧，我跟你回岭南，继续做你那家奴主人。美人，你说呢？你们主仆2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不便插嘴的。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都是为了你啊！红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他与你只是逢场作戏。7年前，他第一眼看上的就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
那个时候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他怎么可能会？严君羡，刚才明兰还在夸你会读书，现竟蠢到如此地步。我若是明兰，定把你活埋了。没错，不埋他，我会费力挖这么大的坑。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，胡杨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胡杨，主人，你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主人，我错了，主人。要不饶了他？现在来不及了，经此一番，若还让他在我身边，万一他找着机会，在我天天吃的薄荷叶上下毒，那我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？水姬，你本来连个姓都没有，是我给你起名叫严君羡，可你不听话呀，还想杀我。回到岭南后，我会给你建一个讲究的衣冠冢，毕竟你也在县城里让我当了一回幕后的县尉，让我过足了瘾呢。哎，对了，这衣冠冢上，我就给你写上盐水鸡，如何呀？盐水鸡不是道菜吗？可惜呀，它不争气，最终成为一道菜。主人，不要埋我，主人！胡杨，替我求求情啊，胡杨！只能说声对不起了，红娘。你得死在这儿，不然你早晚会把我的事情败露出去，那将影响我的仕途，影响我的前程，影响我光宗耀祖。你要杀我？我当然不会承认。这是明石的剑，不是天下第一刺客烽火燎城的剑。你下毒害了他，他一剑杀了你，你们俩同葬此穴，岂不正好？你如此邪恶，与明石有何区别？我比他更能忍。我出身卑微，若不忍，哪有今天？童瑶，你以为我会为了你放弃我大好的前程？其实我对你不过就是逢场作戏。当年我要不假装与你缠绵，他早就能够看出我的野心。那我如何还能够活到今日？如何又能等到他出钱，助我平步青云？我不甘心，我不要死。来不及了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我也舍不得。但是不要，没有办法。奸杀青青，她是我阁楼的姐妹，亦是我亲眼所见。那是在多年前的平康坊，凶器就是一把剪子。事后也有人报官，却因证据不足，让那恶霸逍遥法外。你既然亲眼所见，为何不指证他？我不敢，我观你今日不像怕死之人啊！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若遭报复，便再无机会为父亲报仇。可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始终觉得我对不住青青，想到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杀死张三，就是雇佣刺客。可是我需要钱，我便向孟不疑要，他始终不肯给我。郎君，我知你自有家贫，
又是小利，月俸少得可怜。我没与你说明缘由，你不给我银子，我亦不怪你。后来我发现，锦绣绸庄老板钱正每日都来小广场看我弹琵琶，男人的眼神，我还是看得懂的。有人！对不住，是我对不住，杨子避雨啊。那我们一同避雨如何？钱老板，衣裳都湿了，就别再穿上了，别着凉。杨子，你的衣裳也湿了，不如我生堆火，一同烤干。我向钱正抱怨嫁给孟不疑的委屈，并暗示会与他相好，便顺利地借到了雇佣刺客的银子，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请孟令史休了我吧。你心善，勤俭持家，应得良人，子孙满堂。你胡说什么？是我杀了张三，与那钱正毫无关系。他孟不疑还不给胡杨钱花，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她相配吗？那日我约严君仙，想套出明氏真实的身份，谁知这张三突然来敲门，逼着我要银子。我想定是我雇佣的杀手无能，露了马脚。我确实还有银子，本想妥协保命之际，孟不疑回来了，我就让张三藏在了柜中。我支走孟不疑后，便送严君羡先走。返家之时，发现张三躺在了地上。我想，这不正是机会吗？我与青青姐妹情深，昔日出入平康坊时，她最是照顾我，便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，用张三杀害亲戚的手段。杀人者洪耀，与孟不疑无关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？你不是叶直的吗？你看什么？你是回来捉奸的吗？来福士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说你在户部做官，但是令史只是一个小打杂的，且光是在户部就有5、6、10个，职位卑下且不入品阶，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谁骗你了？令史虽小，但职责颇重，那也是9品。得了吧，留外品阶跟留内正官能一样吗？你居于令史位上7年，你但凡以我为念，就不会天天去写那些志怪而不思进取。休了我吧！你说什么？休了我！我休了你，好让你跟严君羡破镜重圆，没门儿！
姑娘，姑娘，这是作甚啊？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啊？就是啊，看你生得如花似玉，怎么就想死呢？世间大路千千万，随便走，唯独死这条路，可是回不了头的。是个盲眼人，可惜了。姐姐，即便看不见，也不用寻短见。我的眼睛好，可为姐姐引路。我看他这儿还有把琵琶，也不知他是真会弹还是假会弹，可不能拉他入伙。她长得这么美，他若是来了，岂不是把我们的风头都压了下去？美虽美，终归不年轻，眼又盲，班主才不会喜欢她呢。就你聪明。就是他。我这个味道好吃。您的苏珊。就是你呀，听说口气不小啊。老板，我们等半天了，快谈生意而已，打算明日包了苏珊店，叫你们上门，到我们阮氏酒楼现场做苏珊。想吃苏珊，上这儿排队来，让我们上门，不去。啊，虽说我们是做买卖的吧，但我们毕竟是做买卖的，是吧？这个上门做苏珊也不是不能商量。姑娘，我就说嘛，谁会跟金银过不去？金饼，你们店生意不错，我们老板您慢走啊，特赏金饼1枚，补偿你们停业的损失。哎呀，这上门做苏珊没问题，就是没必要停业吧？我们这儿工具和人都够了。不行，我们酒楼明日宴请3位贵客。我老板想，马上就能排到。明日之长安，除了几位贵客，没有人可以吃到苏珊。这有点过分吧？每做1份苏珊，我们给你10份的钱。100份也不行。我老费可以为冰冷的金银动一动身子，但绝不能为会喘气儿的什么贵客折腰。他吃苏珊，长安的百姓就不能吃，他贵在哪儿啊？就算是皇亲国戚来了，也不伺候。轰出去！出去吧，出去吧！你给我放开！他不是皇亲国戚，我们老板请的是高达和王佑博2位大诗人。什么高达低达的？就算是王勃、陈子昂死而復生，要吃苏珊，也得问我费老板高兴不高兴。轰出去！等一等，刚才是不是在说高达、王佑博？总算来了个明白人。这位姑娘，我乃开远门边阮氏酒楼的掌柜，我们老板阮大雄明天将宴请高达和王佑博2位大诗人，故请你们停业1天，到我们酒楼现场制作苏珊，以表达对诗人的崇敬之意。大唐人人都是诗人，他有点名气，被叫做大诗人，我可以高看他一眼，但也不能太过分吧？并不过分。这高王2位诗人，那可不同寻常啊！未来的成就，恐怕会超过4杰。你给我下来！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如今大唐论诗，若说出3位在世诗人的名字，那其中必有这2君。故阮家酒楼的老板以超乎寻常之礼待之，亦不为过。再说了，咱们这苏珊店开张都1个月了，伙计们1天都没歇过。虽无怨言，但咱们当老板的也不能这么干啊。可是，听我的，那个掌柜的贵姓啊？鄙姓侯。侯掌柜的，这家苏珊店，我能做主。你回去转告你们家老板，能到阮家酒楼现场为高王2位大诗人制作苏珊，是小店的荣幸。明日午后，魏正时分一准到，不耽误事儿吧？时间正合适。
我可以回去跟我们老板复命啊。定金收好。好。慢走，明日见。我是老板。老板，蔬菜买回来没有？买回来了，放到后厨了。好，百戏班子到了没有？还没。怎么这么慢？做苏山的呢？侯掌柜说约的是未正时分，应该快了。记住，到了之后让他们全都走后门。哎，今日这正门，只有诗人可进。哦。老板，您这……说了，只有诗人可走前门，我也走后门去。哎，老板！哎呦，老板！哎呦，老板，您也是诗人呐？您写的《长安集》，书铺卖得很好啊。唉，只抄录了区1000部啊。那一上市不也卖完了吗？咱们酒楼不是自己回购了800部吗？那还卖出去200部呢，有200个人读过您的诗，您算诗人了，可以走正门。这长安城里有100万人，若是真有200人读过我的诗，我还真能沾沾自喜。可惜呀，200部当中有180部被对门酒楼买走了，一半扔在了茅房，另外一半扔进灶火之间烧了。老天师傅，你们！老板，忍一忍，这事儿你也知道啊？你怎么今天才说出来的？我之前心中暗自忍了，这不是今天诗人要来吗？我一高兴就……他们就是嫉妒我们生意比他们好。百戏班子到了，怎么才来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边。您是阮老板？正是阮大雄。哎呀，在下玄火班班主赛孟尝，这不，昨夜在临高驿演了个通宵，故此才赶到。我们班子幻术、魁偶戏、喷火、歌舞乐器都可表演。现在又新加入了长安的花魁，单剑舞，所以太受欢迎了。花魁啊！长安的花魁，不是在霄云楼，便是在那波斯馆。总之，敌不了平康坊和西施啊。老板说的对，都怪我家班主没讲清楚。奴娇是当年的花魁，那能一样吗？他是何人啊？这位是我们玄火班副班主，小的狼野狐。诸位，今天酒席宴上的表演一定要精彩呀，因为请来的可都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呐。诗人都有哪些诗人？是现在能说的吗？你们怎么还拉了一个大柜子？都是成家伙事儿的，还有一些更换的衣服。那就马上动手搬吧，就按事先谈好的，你们戏班在我们酒楼驻楼表演1个月，贵要给你们安排食宿。在这1个月内有什么事可以找我，我是本楼掌柜，姓侯。有劳侯掌柜。姐妹们干活了。哎，写收。多沉的这玩意儿！踢我干什么？这是踢吗？这是踹！麻溜的赶紧干活，信不信？不然还踹你！好了好了，快卸车，快卸！没洗呢。哎呀，你躲开！樱桃，我来帮。哎，不必不必。王佑博少年成名，听说是气宇不凡，玉树临风；而高达呢，是个谦谦君子，温文尔雅，博古通今。你都见过？没见过呀。那你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？这2位诗人名气大得很，自然很多人讨论。
我能做点什么？你又不会，看着就行。喜君说的对，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，趁机出去转转。好主意，我就是个推车的苦力，制作苏珊这么精细的活儿，确实不适合我。既然是苏珊店的，就到小厨房待着，别瞎溜达。啊，是。哎，要饭的，到外面。长安女儿踏春阳，无处春阳不断肠。舞袖弓腰魂忘却。峨眉空带救秋霜。卢兄，我没看错吧？真的是冷吉兄。看背影，我就知道是你范阳卢。你何时来的长安？哎，你们，冷吉，你不会就是我们老板阮大雄请的诗人吧？劳烦你通报一下，就说南州冷吉前来乞讨。冷先生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。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没把您给认出来。您怎么从后门进来了？我现在就去禀告老板。陆兄，我刚进长安，就听说你是现任雍州司法参军，怎么也有闲暇来酒楼啊？陆兄，我的身份还请暂时保密。好，明白了。南州冷吉何在呀？王兄，冷兄，哎，冷兄，哎呦，高兄，哎呀，冷兄，今日相见，一定要痛饮一番呐！对，阮兄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卢无名啊，对，卢兄是我在南州时的故友，你们说巧不巧？竟然在长安重逢了，那正好，一起啊，一起。等一等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怎么了，阮老板？莫不是今日的酒水没有备齐吧？今日之酒席是招待诗人而办，这……他就是个苏珊店的伙计，落魄了，冷兄见笑了。那是现在，以前他也是一位诗人。诗人，冷兄说笑了吧？要说他曾是个看家护院的，我倒还勉强相信。诗人嘛，冷兄确实高抬我了。诗人的宴席，我就不参加了。哎，不行，阮大雄，我卢兄如何才能参加你备的宴席啊？即便不会写诗，那至少也能熟读诗篇吧？看来你一定能熟读先贤的诗篇。那当然，不是我夸海口。我阮大雄不但会写诗，更善于背诗。从先秦至六朝，再到前隋到我大唐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诗人和篇章啊！哎，不知阮老板可读过曹子建的诗篇？这话问的。那鲍照和庾信的诗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如此看来，阮老板肯定读过袁无有的诗和程自虚的大作吧？袁无有，程自虚。哦，阮老板迟疑了。啊不，袁程二位诗人嘛，想必是魏晋，不对，魏晋诗人名多单字，无有自虚，南北朝的。对，就是南北朝的。你还考我？不过，这二人的诗歌可有些粗鄙呀。大雄，还是赶紧请卢兄入席吧。你想，袁无有，程自虚。哦，子虚乌有啊！抱歉，阮老板，口出戏言，只为博大家一笑。如果阮老板真的觉得我没有资格入席，那卢某绝不敢再打扰。啊，别，是我阮某粗鄙了。我若再不恭请卢兄入席，倒显得我没有诗人之雅量了。卢兄、冷兄、高兄、王兄，请啊，阮大雄，有所长进。走，
哎，来来来，行，走。前几个歌姬，皆平平无奇，所唱亦巴人下礼之词，岂比阳春白雪之曲？冷极不才，所写之诗俗物，莫敢进。今日若无人唱吾诗，则自罚3杯，从此弃笔停诗，终生不敢与尔等正行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王兄，回席。这边。